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情感疗愈团的老师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青年作家文静儿，让我们一起科学发展，勇敢恋爱。大家好，我是于波红，恪守最初的承诺，维系最终的爱情。大家好，我是新唐米娜，愿大家相爱容易，相处不难。大家好，我是雷鸣。婚姻里有幸福就一定有委屈，什么事儿都是正反两面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曲伟。相遇美，相爱甜，让相守不再难。欢迎老师们的到来。那么现在有请今天的嘉宾。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，张先生60岁，来自武汉退休；刘女士60岁，来自武汉退休。他们的感情遇到了什么难题呢？我让他做什么，他非得要做什么。异地、分歧、忽视，总是自作主张，就是常年不在家，还什么都要管，你做什么他都不同意。二位结婚有多少年了？我们恋爱30年了。那今天是来到我们舞台上，一定也是发生了什么样的矛盾吧？我们两地分居20多年了，因为工作关系嘛，然后致使他养成了一种对家里不关心，家里什么事儿都是我，然后对我和孩子也不关心，就是我感觉特别的委屈。那为什么他退休回到家了，反而咱这个委屈要加大了呢？之前嘛，什么事儿都是我，然后现在退休了呢，帮家里分担一点点事情，他就觉得是他的不应该。他退休了，他就要享受生活，那些事情都是我应该做的，不是他应该做的。在两地分居期间，没事儿都是靠电话来维系感情吗？哎，对，他1年才回家4次。那是都是您在照顾老人和带孩子？对，小孩因为老人都在老家嘛，然后就是家里家外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我，因为家里有什么事情也不能等着他回来。那他平时是属于可以在电话里头听您倾诉一下的人吗？有的时候给他打电话不接，就说工作忙，我不知道到底忙不忙。我工作确实挺忙，做新能源的，一天出去在线路上8、9个小时。下去工作跟沟通协调的时候，可能是有时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手机可能在车顶上，或者下班之后看见手机了，我就不愿意给回电话了。因为女同志嘛，絮絮叨叨，家长里短，唠得没完。那你不在家里，家里事情我不得跟你汇报一下吗？那我给你打电话，你什么时候有时候就不回，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们。跟他结婚30年了，他没有买过一个礼物，年节的，没有买过1件衣服。咋没给你买过呢？你给我买过啥呀？刚结婚的时候，刚上班，我就出差学习，回来给你买双鞋。你给我买啥鞋？你不说这个还好一点，你说这个我就来气。都知道那个老北京布鞋吧？红色的大绒鞋，我上哪儿穿去？那红色的，然后被我就送给别人了，就再都不给我买了。咱这30年婚姻只收到过1双鞋呀！他心里都没有我。现在咋没你啊？每月工资只能是留在拖延钱，剩下都给家打了。对，那工资没给他，给谁了？钱给你了，你自己随便可以买呀。那都用在家用上了呀。不是给谁了？都给交家里了。他说是给我了，但是我不要过日子吗？不要家里头买这买那的吗？那也是给你。他给我的钱都是心里有笔账。您的意思，他的钱是给家的，不是给你个人的。对，后来他休假回来，我就逗他，也是一个考验吧。我说的，老公，你给我买个睡衣呗。给我买了。你给我买的啥？在某多上买的，25块钱买1送1。我就觉得我在你心里就值25块钱。钱都交给你了，你就随便买呗。您交的钱很多吗？大概这个数吗？那30来年一直这个样子，那还是很不错的呀。很不错，他把他给我那个钱，他心里都有笔账，我要干啥都不让。比如说我刚到武汉的时候，比较孤独，比较寂寞的，就是没有亲戚没有朋友的。然后我小孩那个时候当兵嘛，复员回来之后他就要上班，上班了就说那给我妈妈买个小狗吧，说得陪着妈妈。
因为我们有个说话唠嗑的嘛，他也不让。为什么呢？夏季都褪毛，有时候穿衣服身上有毛，穿裤子裤子都沾上狗毛。假如说你领它出去，很不方便，还有个狗，你说没法带呀。公司门口根本就不让带狗啊。这个又不是你在打理，对呀，你一年才回4次家，是持家，他总要有个陪伴吧？你不陪伴，他让狗狗陪伴有什么错呢？是啊，非要给我给出去，要不就给我卖了，就跟他大吵了一架，就才把这狗保下来。你不知道那个小狗替你们给了我一个陪伴吗？你知道吗？你欠了我一个陪伴，你知道吗？他一年回来4次，每次在家待多久？1次回来待20天。哦，18天，那就快有小4个月在家，也不错呀。回来做啥都心里不平衡。他因为他休假回来，他就应该休息，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假期，我就是一个免费的保姆。我理解他，他不理解我，他什么时候为我考虑了？那总不能靠他一个人使工资，是不是？我就说，那我出去做点生意吧，也不让。让啥呀？因为我们是从东北，因为工作关系调到武汉。第一，人生不熟，做生意挣的得行，万一赔了呢？做生意就是有赔有赚的，是不是？咱赔不起。原先我们在东北说，他就做生意的，那我很放心的说，一般是很不管。因为你到这个生地方，人生不熟，说话都听不懂，所以就担心，所以说你还不如搁家待着。我也没听他的，后来我就自己就是租了一个店铺嘛，就卖服装，也回来跟我大干一场。那我做生意大家都知道很辛苦的，是吧？我一个人拿货的时候，我不会拎，不会扛，我用头顶着。最多的时候我顶50斤，我拿不下来走不上去的时候求路边的人。那个生意有赔吗？还好，做生意就有赔有赚，但你们是赔了还是赚了？赚了是吧？还是赚了。因为租个铺买服装其实风险不大的，也是辛苦钱。是的，家里什么事儿都不管，还要大男子主义，还得他说的算。说买房子的时候，因为小孩嘛，到了适龄的年纪了嘛，也该谈恋爱了。作为父母的，肯定就会想让孩子有一个责任感，就是说给一个女孩子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，是不是啊？然后我就说买房子，那个时候我们家小区旁边就4600块钱1平，我这一跟他商量也不同意。我寻思孩子工作地点固定之后，再想给买房子。这个并不是说反对不给孩子买，另外我这个搁北方刚搬过来没到2年，没呢刚置办好的，马上又买这个房子，我觉得可能是着急了一些，就晚一晚。然后就那个时候我信你的了，4600没买，后来房价蹭的往上涨，就后来就涨到了1万的时候，我又问他这回买吧，还是不买，我也不听你了，我跟我小孩我研究一下商量了好了。我俩就买了，结果我买完第2年，房价蹭往上涨，一下就涨到了3万。那您这个房子是贷款的还是全款？用他的住房公积金，然后我就是做生意嘛，再加上他工资攒的也有一些积蓄，付的首付。那每个月的贷款是由儿子还吗？不是由儿子还，是我们2个还。其实这个买房的钱都是还。对。但是那过日子什么的，那钱都是我的了，他的钱就还贷了。后来就是说的房子还的差不多了，也有点积蓄了，我就说那个买个车吧，又刮风下雨什么的，最起码儿子去接女朋友的时候不用骑着单车去接人家去，是吧？然后孩子也有个面子，是不是啊？然后这车买了吗？然后后来买了。但是你都买了是吗？买了。就是他同不同意，到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都买了，是吗？对。那不是也都这样了吗？那就挺好的，我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啊。现在有什么事儿不满意？他退休了，他就因为我就到了享福的年纪了我就该享受天伦之乐了，我就在家什么都不用干了，做饭不应该，洗衣服不应该，什么都不应该，我做什么都应该，但这些活还都是应该是我的。我感觉啥呢？确实不应该。因为啥呢？我这退休之后比上班还忙。上班说早上吃完饭正常工作出去以后，这个好，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放狗，第2件事上市场，第3事回家就做饭，做完饭还收拾卫生，可好啊！这家伙退休了比上班还忙了，那我心里也不平衡啊。所以是谁要来的？
他要来的，我要来的。一个不愿意做饭，觉得退休生活很痛苦的男人没有打算来，您为啥来了？他抱怨吗？对我意见大吗？他发脾气啊！就比如说他做好饭了，他叫你吃饭，下面说老婆吃饭了，对不对？你觉得挺欣慰的，吃饭了。然后我就回复他一句不吃了。他不吃不饿的吗？你还知道我饿呢。然后对我不关心，他们单位年年都有体检，跟他结婚这么多年，没有一次他主动给我体个检。我有一次骑电动车早晨去上班，就着急嘛，就摔了。就说的生气的时候，我现在我都心都在流泪。摔了之后就脚脖子崴了，我就挺着买了点药吃啊，就坚持这一天。下班的时候我就一瘸一拐的回到家了。到家里了，我的异样他都没有看出来，我就说哎呀，我脚好痛啊。哎，他一点反应都没有。那我咋反应啊？我搁厨房做饭呢，他出屋往卧室走，厨房搁这面，卧室这面，他搁这边说话，我这边能听不了吗？那窗户外面开窗有声音吗？那我走路一样，你看不出来吗？他在背着您做饭呢呀。假如你没看见，那我睡了一醒觉了。第二天早晨，这个脚就这个左腿，就这个脚脖子肿的跟大象腿似的，你看不出来我两个腿不一样粗吗？您跟他说了，他说什么呢？又咋的了？这是老公问的话吗？你就说你咋的了？脚肿了，你跟他说我脚肿了。我说了，没退休时候打电话10次都有8次。哎呀，我头疼啊，我胳膊疼啊，这儿疼。你看着没？听烦了，听时间长听熟了，对这方面也没想这么重。我哪儿也没太在意，不舒服都不能跟他说。然后我就说，我说去医院吧，我说腿摔了，可能是骨折，心不甘情不愿，大脸拉拉着带我去医院了。到那儿一看骨裂，然后就在家休息2天的时候给我做饭，端着吃饭，还是那个声音，那个动静，真的是特别特别委屈，那时候心都凉了。我就感觉好像我就是他们家那个犯了错误的保姆，在这赎罪呢。假惺惺的。但是我这性格可能是随老人有点关系。哦，你的长辈们是这个样子的。对。心里头再在乎一个人，嘴上不表达。对。嘴硬心软。那您妻子这么长时间，就是她心里的怨言，您是知道的吗？知道一点点吧。那您从来也没想过要帮助妻子解决她心里的苦闷，对吗？但是不知道从哪个角度去，从哪方面去解决这个问题。你最大的愿望是你退休了，他们也不用做生意了，对，然后在家里服侍你，给你做饭、洗衣，然后伺候着你，是吧？我继续给他给他当专职保姆。您不是说要别人照顾您？对呀。您的意思就是别人别找您麻烦就行是吗？对呀。那你照顾他不应该吗？那我搁外面这么多年了，1年回他4次吧，心里也有些苦啊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1年回4次，他的孤单呢？你说他是妻子呀，他要陪伴的呀，他也要有温暖的呀。您的孩子跟您亲吗？亲啊。那还不是我在家教育的。我说你爸在外不容易，我肯定要树立他的形象啊。但是他从来就不树立我在孩子心目中形象，总是你妈怎么强势，你妈怎么地，你妈一天给家不干活什么，我一回来就什么都指着我。那孩子自己心里该有一杆秤啊，他会知道谁干活了，谁没干啊。是的，我儿子有时候也说他，我儿子说，那你不在家的时候不也都是我妈吗？对呀。我儿子就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当时我都哭了。我说最起码我儿还懂我，他知道妈妈的付出。他在家里叫您吃饭的时候口气是这样的，那他喊儿子也不可能说有多么的温柔和慈父吧？不的呀，他喊我儿子说带儿子吃饭了。所以我心里才不平衡呢。他要都是这个动静，我还理解他就那样。他认为给孩子做饭是应该的，给妻子做饭是不应该的。我就是那多余的。那你们的儿子现在多大了？我儿子30。30也不给父母做饭，还要等父母做好饭。他上班也是搞能源的，又挺忙的。然后他就是晚上回来的时候，
才到家吃个饭。你看啊，有儿媳妇了吗？有了。您就看您刚才说话有多双标。我老公给我做完了饭，叫我过去吃饭，他就不能耐心点儿。我儿子不用给我做饭，我儿子也有工作，他要上班的。你有多双标？给你做饭的这老公是怎么着都不好，然后不给你做饭那儿子怎么着都好。哎呀，你们对孩子都能这么样的理解，那理解一下彼此啊。自己老婆，我理解他了呀，我就是理解他了。我做他的贤内助，我把所有的家事、家里的事情、外边的事情，我全都担下来了。没呀，现在做饭就是咱哥哥的，才做了半年的饭。你不就因为这半年的饭吃的不开心才来这儿的吗？对。成，那这一些矛盾也都发生了，对吧？但咱也都掀篇了。眼下最过不了一起去的就是哥哥嘴不甜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他不关心我呀，就是说我跟他结婚这么多年，他哪儿都没带我去旅游过。我一说出去，我说老公，你退休了，你带我出去玩玩呗。啊，人挤人的，啊，遭那个罪呢，还要买礼物。他说的啊，你那衣服总是买，柜子都放不下了。我有多少也没有你给我买一件。我买的人项目中，我每回开支钱给你，你自己找自己买，随便买。我们俩去逛商场去，说买衣服还你自己买，只要我这一摸这衣服，我说这衣服多少钱呢？转身走了，就怕我买。然后你不让我买吗？我偏把这衣服买回去。我开支这钱给他了。我靠着别的，我能不走吗？不走搁那挺了。那你帮我选，你不行吗？你就说老婆你买吧，我选你钱在那，你喜欢哪你就买那个，是不是？所以咱哥哥转身走的意思是什么？你就不想给我买，你就不愿意让我买。对，那他真正走的意思是什么？走的意思你愿买你自己选自己买，别让我你都没影了，完了回家不满意，都生气了，还是埋怨。那您为啥又陪他逛商场呢？陪他逛商场不就是要么出钱，要么出一个眼光跟他讨论吗？可以说散步。告诉你啊，就今天中午吃饭，他吃完了说的，你吃吧，我上外边站去了。我说那你等我一会儿能咋的呢？我就差一口了。他就是这样的个人，而且我俩走路永远都是他在前边，我在后边，蹭蹭着。这些年就养成了独来独往。已经被他训练了20多年，他是个不等你的、不照顾你情绪的人。为什么您还会对他有这样要求呢？是因为你对他现在需求的爱比过去多吗？我希望他退休了之后能给我更多的爱。就是说这么多年他没有给我爱，两地分居，我让他就是说补偿一点吧。懂了，您听明白了哈？老婆要的不多呀。能给吗？能给。怎么给？以后的生活当中呗，逐渐的一件给呗。你回答的这么快，根本不知道要给什么。等到下了场，你又忘了。我问问哥哥问题哈。咱老婆漂亮吧？漂亮。现在看上去都觉得很漂亮，所以心里是爱的哦。除了漂亮之外，对她还有哪儿满意？但满意程度能达到80%啊，那20%就我这最接受不了这个絮叨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也没觉得咱姐姐有多絮叨，因为她在场上讲的这些，听上去都是在就事论事，没有一个叫讲情绪。她讲的这一些事儿里头，有很多都比如说，我生病了你不管我，我脚肿了你不管我，我告诉你哪儿疼哪儿热，你都告诉我，这叫絮叨。那跟您过日子图个啥呀？就图您一个，就是每个月寄来一点钱，就图您1年回来4次，一次待20天，这20天还得伺候您。他哪儿疼哪儿热，你都不觉得会心疼，反而觉得这是在找事儿和又在无病呻吟。您爱他吗？不爱，看着没？问你爱不爱我，你都回答不上来，那就说明心里不爱我呗。不，这个他刚刚的这个笑。已经证明了，就是你们问我这个问题是明知故问，对吧？他这就是应了一张嘴。难道说个爱字这么难吗？就说我爱你就可以吗？爱不爱？爱。那就是嘛，很简单的问题嘛。阿姨，其实您不用有那种就是被忽视妄想症，您其实有一点那种就是
你需要强烈的关注。我刚更多的看到了，其实您也是想要一些情绪价值，只是您没有把这个话跟他说清楚。那么叔叔的话，您要在意一点你妻子的感受，不要总是说你认为，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你认为，每个人都是个独立的个体。我觉得您应该去尊重他，多理解他，然后给他一些回馈。这个回馈是什么？很简单，你也花不了多少钱，你就买花啊什么的，买点好吃的，这种东西最不值钱了，但是它真的是代表心意。您的夫人没有看到您任何的心意，这个是我觉得您应该去表达的，而且你亏欠他很多，我觉得您要好好珍惜他。人生苦短，不能让家人孤单，但是这位丈夫让妻子孤单了20年，这20年是因为工作性质的特殊，是无奈。如果说你对这个家庭不尽责任，不问家事，这就是无情了。很显然，这位丈夫他对家庭是关心的，只不过你忽略了作为一个妻子，她处在这一种孤单当中的情感需求。她20年得不到你的呵护陪伴，她渴望的是丈夫退休回来以后给我做餐饭吃，然后非常像夫妻的，老婆吃饭了，我做好了。她的要求高吗？不高，稍微温柔一点嘛。我们男人难道一定是刚到最后有错不认错，有好不说好吗？当然你对这个家庭的付出他也看在眼里，如果没有看在眼里，你们这段婚姻持续不到现在的。所以人要学会感恩，很简单，你们2个人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？重塑晚年的和睦，和睦的陪伴，和睦的相处，和睦的相爱。所以尤其是丈夫，你们要重新爱一次。谢谢。张哥，我嫂子爱吃什么？她在吃猪蹄儿，这不凤爪。说对了吗？那还行。您愿意给刘大姐做饭吗？愿意啊。您刚才上来说不愿意，为什么还得我退休之后我还得给她做饭？您告诉我，为什么您退休之后您还要给她做饭？因为工作这么长时间一直在外地，比较亏欠她这么多年嘛。因为我喜欢给她做饭，行吗？这是有区别的。因为刚才我仔细听啊，就是婚姻里啊，夫妻俩，咱不管有没有结婚证，夫妻俩对方都得是我的感情载体，而不是一个功能载体。感情载体是要有喜怒哀乐，是要有互动的，是要有我愿意，我不愿意，我喜欢，我烦，是要有这个感情互动的。自己妻子脚腕子摔坏了，哪怕我看见，我没看见，我真看不出来那脚肿，他跟我说我脚疼，我基于礼貌，怎么了？摔着了，磕着了，怎么疼？肿没肿？基于礼貌，这叫感情互动。比如说2口子一块儿吃饭，我吃完了，他还在吃，我坐这儿等会儿，或者我跟他聊2句天儿，或者我催他，这都叫喜怒哀乐。您一言不发，站起来自己走到餐厅外头，就是没有互动。您2位还要接下来在一块儿过日子，您对自己的妻子没点喜怒哀乐分享的需求吗？因为您在现场，您整个人的情绪状态跟我们都少有表情变化，您知道吗？就是您跟我们互动都没有什么感情变化，起伏很少。你看你妻子的感情需求很丰富的，她一会儿真的生气，一会儿真的抱怨，一会儿说哭就哭，她的感情是很丰富的。所以您2位还面对以后漫长的退休生活，退休生活可以很充沛，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会很漫长。对于您来说，张哥，您要是不调整的话，刘大姐会认为我跟你一块儿生活好漫长啊。刚才我听几位老师在谈，我突然想一个问题：爱能教得会吗？雷老师，你能教他怎么爱吗？没有，我教他怎么互不敢。
关键是教不会。我说3个假设，问大姐，如果没有孩子，这个婚姻还能存续到现在吗？如果没有狗狗，你的感情向谁去倾诉？我估计我会得抑郁症。如果没有工作，你是否能够如此光彩照人？所以对于一个人，对于一个女人，最重要的事业、家庭、感情。您边上这个男人给不了你，和您的沟通就是吃走，你也慢慢被他感染了，你也不会交流感情了，和他这是互相影响的。你们俩之间有爱吗？责任可能都是来自于孩子。您的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，他参与不参与都一样。车子、房子都您办了，您跟孩子都办了，不需要他啊。当然，借力，对吧？他的钱啊，他的住房公积金要用，那是他必须做的，那跟感情无关，那是责任，因为他有孩子，因为有血缘关系，这几件事都是为孩子做的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为你做的？没有体验，所以他现在不愿意做。所以今天我想告诉你们，就是说没有爱就别装，不用装。我跟几位老师可能观点不太一样，没必要继续下去，就这样。我觉得在这一段关系里头，变化的人不只是咱哥哥，咱姐姐也变了。应该在很长的一段岁月里头，您是相当独立的。你也知道你的丈夫有的时候会觉得你讲的家长里短不爱听，他不接电话你也就不打，他回来你也可以不吵，你绝对在年轻的时候不作，现在你的眼泪反而比过去多。有一个阶段你的人生是被儿子填满的，儿子能给你情感的回馈，儿子能够对你露出甜甜的笑脸，说是妈妈最好，儿子能够在你们2个人发生争执的时候站在你这边，你觉得你的人生里头还有的一个正向情感交流来自于孩子。因为丈夫长时间不在家里，你从来也没把丈夫的缺失当成多大的事儿，有的时候他回来了还怪碍事儿的。然后儿子长大了，儿子谈恋爱了，儿子搬出去了，这个在你心里头应该是有一个巨大的黑洞，这个黑洞是让自己体会到了孤单。你所有的孤单，你包括要跟狗说话，真的还不是来自于你老公不搭理你，因为老公漫长的岁月都不搭理你，而是儿子也不听你说话了。你心里头现在有的这么多的复杂的情绪，一方面来自于我对这个男人回来了，他还是让我失望；另一方面是我不得不接受被孩子边缘化的人生。就像你60岁的丈夫，他不得不被工作给边缘化，被退休的人生一样。然后2个都被边缘化的人，在这个时候出现了2种状态：您退行回少女，你的丈夫的他不是退行，你的丈夫叫自我放弃。你妻子现在希望从你这里得到拯救、帮助，来跟他一起对抗被岁月的边缘化，被孩子生活边缘化。而您其实也应该从妻子那里得到一些救赎。这个救赎就是把妻子所有的眼泪、抱怨，你得听成他心中你还是那个伟岸的骑士，他心中你是那个可以帮他的人，他是那个找你要爱的女人，你只需要对他温柔一点，他的世界就能为你开花。他没有像别的那一些可能60岁的一些姐姐阿姨一样，开始去跳跳广场舞，跟别的小姐妹作伴，把家里的老头放一边，对吧？好多小姐妹都这么干的。大家觉得跟女的在一起更好玩，男的嘛让他们自生自灭去，不理他。他只找你要爱，他只找你要陪伴，能不能够给他，能不能够用他想要的方式给他，取决于您的悟性了。好嘞，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您2位自己想，有请。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张先生67岁，来自天津退休；李女士64岁，来自天津退休。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情感困惑呢？我们结婚38年了，本以为可以安享晚年，但是老伴总找我的事儿。我都这把年纪了，提离婚多丢人呢，可是没有办法，最后还是走到了这一步。晚年生活就应该开心快乐，他总是把家里闹得乌七八糟的。谁不想每天
痛痛快快的。可是他每天都在找我的麻烦，我真是无语了。您这个结婚多久了，张先生？我们结婚38年了。矛盾是最近才有的，还是一直都有？我就是讨厌他喝酒。我一沾他喝酒，特别反感。在家平时啊，自个儿喝还可以，尤其是他的同事朋友，一叫他出去一喝就是打。喝完以后啊，回家的道他都不知道怎么回来的。到了家以后又吐又难受。那他这个喝酒的频次高不高啊？他一出去他就管不住自己。人家反正他也是好面子。他走的时候，他去喝酒的时候，我总是嘱咐他，我说你少喝，因为嘛呢？你身体也不好，又有糖尿病，又有血压高。他这年轻的时候也喝，现在也喝。他年轻的时候，他喝的不像现在是，这岁数大了吧？他年轻的时候也喝，也不在乎了，咱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在家我就喝的反少一点，自己一个人也喝，朋友叫也喝。一个人在家自己喝个2、3两。有时候同事朋友啊，他一喊我呢，就一块出去，一块出去呢，大家一喝呢，就是一高兴一开心，再聊聊天，聊聊天南地北的，聊聊同事之间的，是吧？就不知不觉的，好像就喝多点了。他可是经常这样，他是一个星期能喝个几次啊？他一个星期最起码得出去4、5次这意思。哟，那是不少。出去喝去，我就特别担心他。他一走我就担心他。后来我一看这个，我就说了，我干脆跟着他去吧。我跟他去，到桌上人同事讲话，你是不是怕老婆？当着您的面都这么说。就这样跟我说，为什么你看叫他来干嘛？管着你是怎么回事？他就说不是。还是拿那个大男子汉子那架子来了，没事没事，你别管，就这样事儿的。可是喝完以后回家啊，就难受，吐的哪都是，又脏又臭，我还得替他打扫。转天醒过来酒，我问他喝吗？不喝。等过了那阵儿好受了，又接着朋友又叫，因为他们总去聚会去，我还是跟着他。后来人家给起个名叫怕老婆。现在已经落下名号了。可是那除了喝酒还有啥事儿吗？出门啊，不锁门。我一回去一看，这门怎么敞着了？不就那一次吗？不对呀，你就那一次不行啊。是健忘是吧？除了忘带手机，就是忘带钥匙。这个事儿啊，我还总嘱咐他。一出门我就问他：“你带钥匙了吗？带着乘车卡了吗？”我都得给他说一遍。有一次不告诉他，他就得回来一趟，忘带手机了。你有时候不也是忘对吧？忘钥匙呀也好，忘手机也好，这个岁数反正也免不了有个1次2次的，对吧？几次吧。那还要几次？尤其是那个旅游去，人家旅游车呀，人家是车不等人，他也是走到半截啊，哎呦，忘带手机了。我说别回去拿去了，就因为这个俩人也吵架。那忘手机旅游去不也是一次吗？他就死犟的，他不承认错误，而且呢，他以前是开出租的，他开出租啊，他那个拉着一个客人呢，让人家给他买东西吧，益生菌、保健品，他就听信人家的了。你不是心脏不好吗？对你心脏有益，我倒是挺感激他的。你就是给我买的，可是呢，人家你那是真的吗？再说益生菌那治病嘛，花7000多。当时你不也心脏不好？我买益生菌，人家也说对心脏也好，对肠道也好，对吧？我所以我买我也是为了你好。我喝完以后啊，我什么感觉也没有，就让人给骗了。对，而且出国也是，出了国了买那个叫嘛高丽参，还有那个深海鱼油，花了不少钱。不也是为了咱的健康吗？你是为了咱健康。再说一个，你出去旅游去的话，你本身花钱就不多，你到那以后，你有时候不买也不合适，那导游也催着，售货员也催着，他没完成任务。也没咱这个条件呢，咱不跟别人一样，他是5000，我是3000，
我们俩的工资啊，那个还得给孩子交房贷，而且他呢还时不时的还总跟朋友去一块儿聚会喝酒。喝酒他买单吗？有时候人家买单，有时候我对呀、买单那咱不，我说了，啊咱这条件跟人家不一样，咱尽量啊少跟他们惹惹。他也是好面子，不好意思，甚至是嘛呢，把那个朋友给叫家来，喝完了酒呢，大伙儿这一走呢，我还得给收拾。啊，有时候不就是赶上了嘛，对吧？赶上大伙儿来了，人家说别出去了，在家吃点儿，在家吃点儿就吃，对吧？那要是咱不管他，咱自己给自己安排一点生活的乐趣，什么上老年大学啊，去跳广场舞啊，不搭理他。我就说嘛呢，我现在参加一个舞蹈团舞蹈团里的男的女的都有，这很正常，是吧？然后他呢，小心眼儿，他就认为我啊跟这里头人呐怎么样，天天的监督我。我只要是跟男性就是说话各方面的，哎，他就不愿意，他就说我一点自由都没有，他还爱吃醋，爱吃醋。那他没跟踪吧？有时候跟着那个嘛，他又不好意思的啊，旅游去跟着舞蹈团又出去，他跟着吃饭去，他不好意思去。我实际我叫着他，他不好意思去。他是明着跟还是暗着跟啊？明着跟的，明着跟。有时我就特意啊跟他们一块儿去，我看看这个男女要干嘛的，对吧？了解一下情况究竟。了解完了以后放心了吧？啊，放心了，是吧？这就是不信任啊！他就是不信任。64岁了，你还怕别人勾引他是吧？怎么说呢？我跟他们一块儿去呢，就就是连照照相啊，再了解一下情况。他就是不信任我。这属于人之常情吧。女同志长得好一点，要和别人接触干嘛一点，多多少少也得留点。也成，你们两个，他喝酒您跟着，您跳舞他跟着。这两个人倒也还是他就是不信任我。有一次我们吃饭去聚会去，回来晚点了，我一进门他脸就不好看了，他就跟我闹起来了。闹起来了，我一赌气躲他，他就堵在门口，他不让我走，哄着我。我真是我不想跟他过了。像这种日子，我恨不得出去个10天半个月的。躲着他，我自个儿清静去。那他平时会在家翻翻您手机什么吗？就是光看我手机啊，看别跟异性说话经常看，经常的看。你也不跟他吵个架，换个密码锁？嗨，我们俩手机啊，他也可以看我的，我也可以看他。不是，那大哥，您看到大姐有什么暧昧的微信内容？倒是没发现。哦，那为什么没发现？你看看也未必不可吧？不是，一般来讲没发现的话就不往下看了，对吧？看个2次没发现，咱就放弃了。你为什么可以一直看呢？也不是经常看。您到今天也还没有对咱大姐放下心。现在基本上就放心了，因为嘛呢，他活动那个圈子嘛的，我看有些什么人，大概其实也得了解一下。我想象来说啊，男同志都得有这种想法。现在呢，听起来两个人的矛盾都来自于外力，比如外边的酒局，外边跳舞。那你们两个单独在一起的时候，总还可以吧？我们俩单独在一起呀，他倒跟我闹过，现在的脾气还越来越大。这个说话有时候，说句不好听话，这嘴有时候也有点飘，有点飘不行啊！一说了哈，总是先说谓语。后说主语，因为说话总是让我猜，总俩人弄呛起来，弄呛了，你都不知道嘛原因就呛起来了。实际我们俩人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，总是这个想不严的，你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待得好好的，俩人就较起来了。那今天是谁要来这儿的呀？我这是要来，我恨不得让那个老师们说说他这个喝酒的问题，还有他特别倔强，你特别拧，干嘛事儿？拧是表现在哪儿呢？你比方说啊，买这个保健品，这个保健品啊，他买了，你最起码的你得跟我商量商量。他自个儿自作主张，他就买了，不管用啊。他也后悔也跟我叨了叨，找人家去，没人，人去楼空啊，人家。我说这以后啊，咱们像这种事儿啊，咱们得考虑考虑，咱们不能那个嘛再受骗了。但是他的上当只有1次吧？
好次了。说还有又再而三的上当就不对了。好次了。还有那次旅游去，投1万块钱啊，给那个利息高息，一个月给个。你一听不就是骗子吗？300多块钱，他就投去了。我也不是为了家庭生活能富裕点。那假如这个钱咱不让他管呢？我们俩的钱呢还是这样的，从那个就是结婚以后哈，这钱呢我们俩搁在一起，一块花，都搁那一个地界。花多少钱你告诉我一声，我花多少钱告诉你一声，我们是这样花钱，所以说就这样就自由了。现在发现了他可能容易上当，咱就控制他一下呗，就不给他花这一笔钱的权利，每个月给他发一点零花钱。现在也不那么花了，已经改了，他现在好点了反正吃一堑长一智吧。好，那这等于就只剩个酒的问题了，能不喝酒这事儿就解决了。对，还有嘛玩意儿了？我们爱旅游，一个月反正去过1次2次的。他参加舞蹈队以后啊，一个礼拜啊，光排练就3天，还不定期的，还演出，不带您玩了。我说有时候就嘛影响我们出去旅游去。你喝酒一个月喝醉几次啊？影响第2天旅游吗？说的他害羞了。我一句话把天聊死了，我天哪！哎呀，想哎呀不行，下次不喝或者少喝。但是过2天那酒瘾又上来了。那所以您是不打算控制自己是吧？也是惦着控制自己。好，那您打算控制自己了，就会要求他少去舞蹈队是吧？也不是少去舞蹈队，我说有时候不行嘛的，该请假跟人说一声，是吧？还有一个他嘛玩意儿，他那个买衣裳，出去呢看见哪个只要漂亮的衣裳就不动了，问我好看吗？反正我这就是嘛，实话实说，好看的我就说行，好看。我认为不好看的我就说了，这人都卖不出去的，你还惦着买这个？我那个舞蹈队里了，那小姐妹们穿的都挺靓丽的，我不可能说我穿的寒酸的。你看我总跟她说，我说你看我穿成这样，咱俩出去，尤其是你爱旅游，咱俩出去，你是不是你脸上也有光？我还这么跟她说。我也不是反对他买衣裳，他那衣裳多的啊，一开柜门都往下掉，知道吗？而且呢，里头的衣裳有的啊，还有2、3年都没穿过，知道吗？在襟底压着了。假如咱哥哥用刚刚您说他的那句话来说您，就是咱这是什么家庭，能跟别人比吗？别人能穿那么多，咱家真需要买这么多吗？可是我这买的衣服啊，我也不买那个什么高档的，你看舞蹈队嘛，都买的都是便宜的，我也不买那个干嘛？我也舍不得。咱说心里话，您可能买10件还没有他喝一顿酒多。对呀，他还老说我，就光他那酒，就我们家那酒啊，多少箱，10好几箱。我呀也好存酒，我们没结婚以前，那酒我现在存的还有了。他还财迷呢，他财迷的要命。我也他把那好酒啊都存着，对。他自个儿喝嘛酒啊？喝那就是一般般的那个酒。现在是好酒存在家里，更加戒不了酒了。对，好酒我不喝，所以这酒是不打算戒的，对吧？这个酒我是不打算戒，但是呢，我只能嘛说少喝。假如这个酒他不戒，会怎样？我就不跟他过了，孩子也大了，我也不跟他过了，因为他老耍酒疯，我也受不了。好，那确定了不跟他过了，那这个房子住哪儿去啊？谁搬走啊？谁搬走？你走。你就要求我少喝点，我不要求你，我要求您听我话嘛，对吧？现在刚刚大哥弱的说，你就不能要求我少喝一点吗？啊，就是，对不？咱不直接把路堵得那么死，比如你给他定一个，1个月只许喝2次，或者是说1个星期只许喝1次，您自己定个量嘛。对，1次1两，1次1两，在家里1次1两，你一出去他就管不住自己了。所以多久出去1次？能不出尽量不出，但是来说有时候
我们老同事的那挺远的来了以后，你多少也得哎呀，陪着您这个话说的基本上就知道这个酒您是不可能戒，你也不可能减少次数了，他肯定改不了，减少肯定可。听听情感疗愈团老师怎么看？杰儿，不行，离婚吧。直接让离婚了。不是啊，因为我觉得你俩挺不快乐的。这人到老，不是老来伴要很开心吗？就是如果是我的爷爷奶奶的话，我就劝你俩离婚。就是阿姨，她想跳个舞咋了？她想跳个舞，你就觉得哦，不许跟陌生人说话了。人家只是正常的社交活动，而且大庭广众之下的这舞伴是很正常的呀。本来交谊舞不就是男生和女生跳吗？男的跟女的跳。那接下来说就是说，您这个喝酒的这个问题，这个叔叔他已经跟您说他改不了了。其实我觉得他有的酒确实是可以卖一卖，您不能总是你的兴趣爱好，然后所有人都来配合你，然后所有人都为你的兴趣爱好去买单。你现在没问题，你要喝出个好歹来，你怎么办呢？有意识的去减少自己这么的欲望，而且我觉得一个人尤其是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，人的自控力很重要，就是也要照顾自己情绪的同时，要照顾一下您老伴的情绪。确实，老伴是老来作伴的，不是老来拌嘴的。您看，丈夫上了年纪，高血压、糖尿病，还这么喜欢喝酒。刚才确实我注意到大哥说到酒的时候两眼发光，但是我想到您的职业，您曾经是一个职业的出租车司机，所以很显然，他为什么老年这么喜欢喝酒？一个是报复性喝酒，还有一个是寂寞性喝酒。因为在职业的时候，作为一个出租车司机，他不能经常喝酒，但他又喜欢酒，所以到了老年以后，你就变本加厉了，不管不顾了。酒可以让人陶醉，但酒可以要人命的。当年李白作为诗仙，他也是酒仙，为什么上了西天？他就是最后太喜欢喝酒了，这还不是开玩笑。不管什么原因，要听妻子的话，也是为你自己好。我想67岁年纪不算大，活得好再30年。如果你非要喝酒，难道你愿意活3年吗？我想你要去想想这个问题啊。你还去买保健品，一而再再而三的上当，也想让自己保养的好一点，健康长寿。但是酒在你这样的度当中是折寿的呀。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？如果你真不想活了，没人救得了你，你妻子真的是为你好，毫无疑问。大哥，你说是不是？谢谢老师。就是我坐这儿一直听，有几件事儿。第一个，偶发性的健忘，偶发性的，离开家门的时候，门户大敞，哟，我忘了锁门了。第二个，到了高铁上才想起，怎么没带手机呀？没带钥匙啊？偶发性的健忘。说话出现过主谓语倒置。我们叫什么呢？叫语言杂瓣现象。什么叫语言杂瓣？杂瓣啊，懂吧？对，就是最开始是主谓语倒置，偶发的，慢慢就会发现越来越经常出现，慢慢就会发现是间歇，没逻辑。我讲明白了吗？语言杂瓣，然后这个现象，然后接下来脾气偶尔的会越来越暴躁。然后开始不自信，害怕被家人抛弃，包括什么盯梢啊，有没有外人呐、等等。脾气暴躁，偶发性的语言杂瓣，偶发性的健忘，对于熟悉的事情得反应一下才能说得出来。我刚才说的这些症状，您得戒酒了，不是说1个星期3次，1次2两，不是这意思，就是喝酒会加速某一些情况的出现，戒酒吧。好吗？好。哎，那大姐，我别的没什么可说的，他挺爱你的，
他就算忘了带门钥匙，都记着跟着您，看看您跟谁跳舞呢。他挺爱你的，好吗？啊，谢谢老师。曲伟老师，我相信大哥一定能戒，因为你以前的职业是司机，出租车司机，不能喝酒，对吧？但为什么退休之后突然喜欢上喝酒了？有一个特别大的原因，喝酒它不仅仅是爱好，更是一种社交方面的一个通用的方式。你没有一技之长，其实你心里蛮失落的。而在酒的那个微醺的状态下，你是能够找到自己的存在价值的。甭管是高朋满座，还是自己在想一些年轻时候的值得骄傲的事情，酒都能带给你刺激，带给你快乐。但那都是短暂的，是有代价的。因为其实您很关注自己身体的，否则您不会去买保健品，对吧？所以说，当我们要的时候，我们的代价是什么很重要。您只要想清楚，真正的快乐来自于什么。现在对您来说，第一是健康，第二有一个可以聊得来、有话题的伴侣。我很开心的看到说，其实你还在担心他，还在偷偷看他手机，那是还在欣赏对方，因为你还有一个危机意识，不像某一位大哥。都不怎么回来，不跟老婆逛街，不跟老婆吃饭，他都不知道危险情况就埋伏在他周围。您知道特别好，所以说现在把精力放在咱们该放的地儿，和老婆多聊聊天，跟老婆多出去跳跳舞。你的存在价值会在另外一种生活状态下，在老婆的心目中，在和老婆的沟通当中体现出来，而不是酒精，好吗？另外，我觉得你的收藏酒继续收藏，那把它做成一种收藏，而不是一个嗜好，听懂没有？听懂了。好，就这样。其实二位之间的爱特别的浓，这个就是我是觉得吧，就是可能他们俩说离婚我都不吃惊的，但是让你们俩说离婚，我反而会觉得有一点挺残忍的。我就知道他俩离不了。对，因为你们俩互相需要，而且互相关心，并且还关心的都是对方的这一个身体啊，对方的舒不舒服啊，这一些只有自己能够感知的东西。您被骗过几次，但都是在想给大姐买东西。您被骗的时候从来没说因为我想要健康，所以我被骗了。您是为了让妻子健康，所以你脑子一热就被骗了。对，大姐气您喝酒，除了要替您收拾烂摊子脏和臭之外，她说了一句叫做你遭罪呀，你吐的遭罪呀，伺候着你她看着难受啊，她心疼你，自己还有糖尿病，身体还有各种问题，你这样下去了以后，老年生活质量是不好保的。你也不想未来可能我哪怕神志还健全呢，还好，但我天天靠透析活，你愿意吗？不愿意。你都没有看到的是，老婆管你是来自于她在乎你的生死，比你更在乎你的命，比你更在乎你舒不舒服。所以眼下老婆的话怎么就不听呢？我们都说60而耳顺，70从心所欲不逾矩。您现在就是一个奔70但还在60的人啊，咱就不能耳顺听听身边人在说什么吗？他没有管你的自由，他只是希望你管好自己的身体，别遭罪。他都不介意伺候你，他不嫌弃你，但是你别遭罪，这是咱姐姐一直在心里头想说的话。然后像您管老婆的那一些吧，也能感受到，就是因为爱呢，所以我觉得我老婆还可好看了。出去万一有人打她主意呢，万一我老婆被骗了呢，所以想查查她。两个人爱多过很多，所以我也愿您健康长寿，愿您身体好。今天都不调解你们的这一个婚姻问题了，因为听下来好像婚姻都还可能比您的健康存续的更久。听得懂哈？听懂。那咱回到门后接着再想想。谢谢老师。有请。您二位也请。
登录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官方抖音号，添加关注。每晚8点到10点，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和大家答疑解惑，您更有机会连麦他们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通过金悦 APP、天津 IPTV 网络电视、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观看本期节目。欢迎登录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观看完整节目。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都是哥哥姐姐们哈，对，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？第一对儿我们用预测一下吗？一定来呀，肯定出来呀！好，就必须出来。好嘞，请开门。这是达成了什么样的共识？两人一起出来了。因为退休了，时间比较多了，多抽出时间陪陪孩子，陪陪爱人。这就对了。而且我注意到了这个手啊，你看到没？一看就是咱哥哥在捏紧了姐姐的手。拥抱吧，属于你们2位的浪漫时光。好好抱抱，好久没有这样长长久久的抱着了。祝2位幸福。其实我们第2对儿肯定也出来，要不我们给他们做个预设吧，就是如果能不喝酒就出来，那出不来了。先从量减下来，一下戒也有戒断反应，但是得有一个戒酒的这个过程啊。不，这一点我非常同意米娜老师的这个预设。如果说能戒酒就出来，否则没有必要。好，那我们请开门，能戒酒就出来，不能戒酒就不要出来。真出来了。哇，对。您听见我们的预设了哈？我以后也一定听老婆话。我想以后呢，你也跟我一块儿活动去。对，把他带上啊，我把他带上。你去舞蹈队跳舞，他帮你管衣服、拿水杯。对，关键问题酒能不喝尽量不喝。不是，就是戒了呀。你要往戒的方向努力，你要戒酒。对对对，这是您今天做出的承诺哈。对。那你们2位抱抱吧，属于你们的浪漫时光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您2位，谢谢，有请。好了，非常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，让我们下期爱情保卫战再见。